好，谢谢主席，我讲慢一点哈，让这个部长喘口气啊。感谢主席，有请教育部潘文忠部长。我们请潘部长 ，OK。各位好，谢谢啊，部长您好。我想这个还是要非常肯定您8年来对于教育政策的推行所做的各种努力哈。谢谢。我想今天机会还是很难得，也谢谢您还是来到这边跟我们进行互动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哈是大学国际招生跟优华语的计划。那优华语的计划呢，其实从110年以后就开始推动哈，但是本席办公室请教育部提供优华语分年的执行成效，我们却没有办法拿到哈，我们只能拿到112年度的成果哈。那我们从今天的书面报告当中也可以看到哈，112年度的成果当中只提到了哈，设置4所海外教学中心，建立校际合作，选送人员这个海外这个任教。补助外国学生来台学习华语等等，在这边我必须要说哈，完全没有提到任何数位教学或是数位学习系统及平台的建制。我们是真的活在2024年吗？哈，我们现在是113年，民国113年哈，我们与各大学的这个华语推广活动，竟然还限于实体的交流哈。我们好像回到这个明朝的时代哈，郑和下西洋，不上船就没有办法跟人家交流哈。我们居然舍弃了全球42亿的人口，随时可以上网学华语，行动的上网用户，去年花了1.4亿去设置这些实体的这些互动，真的是优华语是不是要变成优华语哈？这个忧心的忧，想请教一下部长，我们优华语计划有没有运用数位工具来推广华语教学？如果有，可不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情况跟报告成效？那个优华语计划是继过去华语教育推动当中再次提了哈。那事实上它也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在这个阶段比较多的着力的比较深的是优华语计划。对不起，部长，我必须打断你，是比较多还是全部？到底有没有数位？目前是提供数位课程。有数位课程吗？有数位课程。有在报告里面吗？我们好像都没有看到哦。哦，那报告是不是有数位课程啊？好，我想我们非常重视虚实的整合啦哈。是。那这个尤其在疫情之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说未来可能还有新的传染病，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有，它是代号叫 X 疾病啦。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各个这个境外学生的人数呢，会随着疫情的浮动哈。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数位的时代哈，真的很难想象我们的全球推广计划没有更多啦哈。但你说有，我就相信你说有，虽然我们里面没看到，真的没看到哈。说有就有啊，但是我们没有更多的来使用，我们觉得这是需要检讨的。希望部长回去以后跟同仁一起哈，用这最后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重新检视优华语的计划内容，做一些合适的资源配置哈。那接下来我们不止华语哈，我们还要来请教您关于双语教育的问题哈。107年哈12月，当时准总统赖清德先生是任行政院长，发表了2030年为目标打造台湾成为双语国家的愿景，要求全面启动这样的计划。想请教一下部长，赖准总统所谓的双语国家政策指的是哪双语？跟委员报告哈，这个计划的名称后来应该说正确的在做一些调整了哈，不是用双语国家，是国家双语政策。所以这个新闻应该要下架，要改，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是新闻啦，哈，就是说目前是国家双语政策哦，因为这个确实有一个比较讨论后所定出来的。好，没有关系哈。我想我们的这个当时行政院长，接下来要变总统，希望我们所有的政策喊出来都是有凭有据哈，不要改来改去哈。我们来看这个实际上有很多这种打脸的现象，我们就不多说了哈。其实所谓双语指的是华语或英语这一种说法是完全于法无据的哈。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在法律中明定所谓的官方语言。依据《国家语言发展法》，我们的语言指的是台湾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语言及台湾手语，而且要做很多的多语言之间的平衡，做一个多元的平衡。今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要双语啊，要英语啊，难保会不会未来又有新的院长一声令下我们的双语或多语的政策又要换一个名字，又要360度的大转弯我们来看一下自从我们先不管了，就说好，那既然已经执行了，
107年宣布执行，到现在呢6年了哈，6、7年哈。我们呢为了达成双语国家目标，已经投入多少钱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只是指数成长哦，这是10倍、100倍的增长哦，从几千万到几十亿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已经投入了100亿哈。我们来看看现场的反应如何哈。根据亲子天下的杂志哦，全台有高达40%的公立国中小尚未实施双语课程，22个县市当中有80%的县市认为本国师资不足，31% 的县市认为中央经费补助不足，22% 的人说第一线教师反对这个政策。当时赖清德院长的一句话，让教育部6年很砸哈，超过100亿来推行双语政策。但是呢，我们来看，再看哦。这个我们的全球英语能力指标只是略高于全球平均，但是在111个国家及地区当中属于中间偏后。我们再看哈，这是你们的报告哦，好，2030双语政策计划，教育部推出的哦，可量化的经济效应，我们那时候是擦亮眼睛说，我是不是看错了哈？创造工作机会0，带动公民营企业投资0。这还不是全部哈，不止英语成绩不见起色哈。根据去年公布的哈，这个应该说去年公布2021的哈，台湾参加第4届的这个国际阅读素养调查哈，首度出现小四学生中文阅读能力下滑的现象哈。这个真的是我们要看到的吗？我们再来看啊，金语已经现在变成我们这种交作业的这个常见的状况了哈。再来还有哈。这个过去9年的国中会考，每年都有近3000到7000名考生放弃写国语的作文，考0分的人数远远超过满级分的人数哈。我这样讲完还有啦，但我们就不多说哈。我们花了6年100多亿哈，结果师资不足、经费不足，第一线教师反对，学生不仅英文能力不好，中文能力也下降。最糟糕的经济效益是0哈。前2天赖准总统甚至直指双语政策负评如潮，是执行出问题，完全甩锅教育部。现在在这边给您一个机会啊，您认为双语政策的失败，教育部要负最大的责任吗？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啊？您可以回应一下。委员现在都还在持续进行的过程了哈。那刚才我要跟委员报告的是，我要讲到一个很关键的哈。刚才委员引杂志的报道里面，其实我对外也都是这样说明，教育部是稳健的在往前，不是让县市动辄包含我们说6都啊，都是以我多少学校达成双语学校，这个其实是造成我们在执行上一个很大的误失。所以我们跟委员报告，教育部审核的计划一定是师资一起到位，所以才会有2030逐步的往前。谢谢部长。是走太快，我时间有限啊，我直接帮你总，通通双语学校，我帮你总结啦。就是说还没成功之前都说时间还不够长啦哈。然后呢，你有人说有问题了，就说指标不对了哈。那如果是媒体报道，就是说媒体的报道。没关系，我问你下一题哈，部长您要卸任哈，排除政治压力哈。单纯从您的良心，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心态角度来看，你认为政府的双语政策还要继续推行吗？我要稳健推行，不是照进啊。我讲的是这个100亿还不够照，还是稳健是吧？你看前面的从3000万、4000万直接跳10亿以上，再来30-40亿哦。不是，委员，我一向务实推动教育工作。你经费照进啊，成果怎么没有照进呢？那经费也是后面因为有前瞻计划，能够让一些师资，我讲的是外籍的师资能够补充哦。这个部分啊，并不是8年10年通通以这个经费了哦。所以好，谢谢部长。我为什么现在要跟您是做这样的互动啊？是说这个交换的这个时期很重要。如果您真的觉得有哪里做得不够好，哪里需要检讨，或双语政策真的应该要调整，真的希望您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哈，接下来哈，我们给您看一个影片啊，7年前的政策现在真的不一定要照样推行哈，请您重新考虑哦。这今年3月18号我们在谈校园霸凌的议题的时候，部长您的回应啊，我们来看第一段影片哈，部长用流利的英语来回应哦。Bullying, if we look at it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t has its own definition. What children feel may not necessarily be bullying, but their feelings are valid. 这完全是 AI 直接将您讲的话用您的声音翻成英文，而且还对上了嘴型。这个现在还需要几秒钟的时间运算，接下来可以完全的即时运作。
这是你霸凌本来的如果从国际的来讲，它有它的定义啦，但孩子感受到的未必是。我想大家可能中文听很多了，我们来看一次英文啦哈，感觉一下。If we look at it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我想 it has its 连 own 部长自己 definition. 可能都会很难相信啊。 May not necessarily be bullying, but their feelings of 这个背景的音乐都还可以合成回去哦。我们来看一下，这还不是全部哈。现在 Meta 刚发表的 Seamless Communication 完全可以 real time。我直接跟别人开会，直接跟别人讲话，我教别人说话，我对谈，我100国以上的语言可以及时的可以说出去给人家听。我们现在还要双什么语？我们还要学一个英文搞到100多亿吗？我诚心的建议哈，未来在教导学生多种语言的时候，不要再局限于英语，甚至应该要讨论包含学习如何跟 AI 对话，用 AI 来说出100国以上的语言了哈。同时，我们也要呼吁哈，繁中语料要全面开放。为什么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学生去讲出100国的语言，我可以让全球46亿人口透过 AI 来学华语嘛？但是我们的华语的资料完全不足啊，母汤啊听不哦，然后呢，我们讲什么视频啦、音频啦，这些用语可能也都不是台湾认定的华语哈。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资料全面开放给国科会台德来使用，我们才能够让 AI 有完整的繁体的中文化，用数位的工具让华语在全球发扬光大。最后哈，谢谢主席给我时间哈 ，AI 能够带来帮助，但是也有可能侵害学生的权益哈。请教一下部长，目前教育部对于高中生使用 AI 工具制作学习历程档案或者备审资料的态度和立场是什么？现在大家可能有很多的升学申请的过程在进行，老师在看资料，学生有没有责任在底下标注我有使用 AI， 还是可以不用？我们的老师是不是就要全盘尽信呢？是完全禁止使用，还是一定要进行揭露？有没有什么前提？有没有什么条件？您是不是现在赶快来提出说明一下，是有条件的接受，还是绝对不接受学生使用 AI 工具制作学习历程档案或备审资料？好，可不可以请您提出？说明一下哈，委员刚才讲到以 AI 或数位科技协助语言的学习，我非常赞同哈。在上个礼拜我主持我们一个本国语言推动会。那个里头啊，像各项族语、客语、中文的转换，因为现在也就是在请刚才委员所提到的几个跨部会啊，我们建语料库，但是在善用哈。那一天廖教授啊，廖元甫教授，不知道委员熟悉吗？他真的在提应用的时候，我完全对应刚才委员讲的那个想法，现在在持续进行。那刚才委员提到的学习历程档案等等，包含不要说历史历程档案啦，其他学校在做评鉴申请资料，这个部分呢，其实揭露是一件重要的事啦。要不要揭露很重要，但可以不要揭露吗？要揭露是一件重要的事。目前在大学，我相信我们几个大学哈，柯昭伟也在大学，当时大家知道，不，那个就本来就是一个辅助的工具，但是这个揭露本身来讲，对于老师要去评价要去做什么，我认为是有预期。我看各大学目前朝这个方式来。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然变成老师只是在评哪一个学生比较有钱，可以用比较厉害的 AI 来做内容，哪一个学生比较会用 AI 来沟通啊？但是你们在相关的比赛要给人家记小过，这完全是没有一个方针可言了哈。希望教育部未来可以在更加公开明确的规范，让学生跟家长可以依循。再次感谢主席，也感谢部长哈，您8年来对于教育事业的付出啦，也期待未来部长回归民间以后，能够跟我们一起继续为国家教育政策奋斗努力。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两位。本席先宣布我们在吴佩仪委员质询完毕之后，我们就先休息5。